Hello， 大家好，我是 Sally， 终于来到了约旦旅行篇。先跟大家说一个好笑的事情，在还没有来约旦这次旅行之前，我完全不知道约旦是一个国家。哎呦，俗话说得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不对？一来就知道了，马上印象深刻。我们一来就先受到了文化的冲击，可能是因为在埃及被虐待的蛮惨的。也不是说虐待啦，就是埃及的人很热情，但是他们的热情的后面都是想要图一点什么东西。可是约旦的人呢很热情，他们就是纯粹的热情。所以我们刚开始到约旦的时候，我们防备心超重的，一直就想说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们搭话，他要干嘛，他问这么多他想干嘛。结果没有，对方只是很全然的纯粹的想说，哦，你们要去这里玩，那你们要注意什么什么哦，天气会很热哦，会很累哦之类的，人都超好的。然后一抵达机场，我们又遇到了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其中一个人的行李被航空公司弄丢了。但说起来也幸运，因为他的行李超重，所以他把一部分的衣服跟鞋子都放进了我的行李箱。而且整件事情发生之后，他整个人超淡定的。我当时就想，如果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坦然的面对这件事，毕竟是旅行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这个事情，后面几天该怎么办？很难不被影响到心情吧。最后机场人员请我们留下资料，如果有找到行李箱的话，会为我们送到饭店去。于是我们也就开始我们的行程。约旦所有的行程我们都是采用自驾旅游，所以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先去一个小城镇叫做米底巴。米底巴也被誉为马赛克之城，这里面充满了各种用马赛克做成的艺术品。这里也是现今东正教聚集的重要地方。在这里有一个圣乔治东正教教堂，这里保存着全世界最完整最大的用马赛克镶嵌而成的最古老的中东地图啊。我补充说明一下，约旦90%的人口都还是伊斯兰教，但是呢在米底巴这个地方，可能因为历史悠久，现在也是东正教主要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很多街道上的艺术品到处都充斥着双鱼的形象，以及耶稣神像、圣母玛利亚这类型的东西。我们来到约旦的第一餐吃的超豪华、超棒、超好的，我们对约旦菜的印象超级好。虽然一样，你知道伊斯兰教的主食就是面包，但它的面包是热腾腾的面包，那多么不一样啊！吃饱饭后，我们就在米底巴开始逛街。这边的艺术品，我刚刚有说，就是马赛克的艺术品真的都超漂亮的。我在路边刚好看到有艺术家正在做马赛克的拼贴画，于是我就问他说，我可不可以也试试看？结果我的小伙伴们就这样放生我去逛街，我就这样留在这里继续做手作。可是我真的做得很快乐，而且我觉得做这个真的很疗愈。我觉得我还蛮喜欢手作的，像现在这么快节奏，然后又很依赖手机的生活，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放下手机来要专心做一件事情真的很困难。但我觉得手作这件事情呢，就是让你的手很忙，然后你脑袋又可以放空，想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你又有产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成就感的事情。我跟这个艺术家就这样在这里用破英文聊天，然后边做手作，不知不觉我们也快要把这幅画完成了。然后我要说，他的眼睛是绿色的，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特别，非常的漂亮。这中间我就问他说，如果我要形容一个人好看，长得很帅，我要怎么说？然后我就拿我自己举例，像我啊，我长得很漂亮啊，这样我要怎么讲？结果他居然说，你戴着口罩啊，我看不出来你的美丽呀，你要把口罩拿下来给我看看呢。哇，他真的很会。而且在我们旅程结束之后，他还把那个完成品另外拍照给我看，他就说这是我们一起完成的哟。隔天我们就前往世界7大奇迹之一的佩特拉古城。佩特拉古城很特别的是，它的石头都是红色的，连沙子也都是红色的，所以它也被称为玫瑰之城。另外很特别的是，这些城镇不是靠着建造出来的，他们都是用岩石凿出来的，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当然我会知道这里完全是因为 Overwatch 的地图好宅哦。哇，这样一想，世界的遗迹我也收集了不少呢。佩特拉古城真的非常
常非常的大，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建议要穿好走的鞋子哦，因为会待在里面一整天，会一直走路，一直走路，一直走路，而且太阳很大很大。背景。结束佩特拉的行程以后，我们回到了饭店。这时，饭店老板居然问我们说：“你们是台湾人吗？你们好像有一个行李忘在机场了现在他正在帮你们送过来。”什么？居然找得回来行李箱，真的也太幸运了吧！行李箱送回来之后，虽然有被打开过，但里面的东西一样都没有少，所以这个行李箱就这样短暂离开我们2天，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啊！真的是好幸运呐！晚上呢，我们还去参加了佩特拉的灯光秀哦。忘记跟大家说，在进佩特拉之前呢，有一个1.5公里的蛇道，进去以后才会看到佩特拉的古城。所以我们去看灯光秀的时候，又要走这个1.5公里的步道进去看灯光秀，我真的快发疯。重点是这个灯光秀只有15分钟，我们总共来回3公里，我们走了半小时。小短腿走得很累啊。然后是这趟旅程中就包含埃及哦，这趟旅程中我最喜欢的一天就是我们去瓦蒂伦沙漠住的这个晚上。很多电影都是在这边取景的，尤其是科幻片常常将这里设定为火星的场景，像是绝地救援沙丘、星际大战也都是在这边拍摄的哦。而且我们毫无预警的到了沙漠以后就没有讯号了，所以我们又开始无聊，直到晚餐时间，想说营地人这么少，不知道会不会有烤肉，结果他们的烤肉和餐点超用心准备的。吃完饭以后，有一个小哥来问我们说，我们有额外的行程可以去看星星，大家要不要一起去看呢？需要额外付钱这样。刚开始本来还怕他们的望远镜是那种随便看鸟看动物的那种双筒望远镜，结果他们是超认真的讲解星空，然后是专业的望远镜。哇，我们那一天晚上看到了很多星星，像是昴宿星团还有碾道增七，就是很有名的双星系统，还看到了土星，觉得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很值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晚上了。接下来是我很推荐的行程，如果你们有去以色列或者是约旦的话，一定要去体验看看死海，尤其是在死海，你就可以看到对面另外一个国家，这种感觉是蛮特别的。而且这是这趟旅行中我们住的最舒服的一个晚上，可以睡到自然醒，隔天下午4点再退房。哎呀，真的是很不想要离开，甚至我们还有死海的私人泳池可以体验。就不建议投下去，像我刚刚头沉下去了。如果你身上有伤口的话，你身上会觉得有点刺刺痛痛的，但是就是会浮起来，对，脸不能下去哦。现在要下去泡死海，chill的死海，台湾人。我们在约旦遇到另外的台湾人，他有伤口，对，然后泡了死海，然后现在痛得要死。没错，就是怎么讲，就是往伤口上倒双氧水那种感觉，就直接倒。冰了，冰啊！浮起来了，海蛙就这样。对啊，往后躺就浮起来了。我的爸，我第一次浮起来我会游泳了，我会游泳了，好舒服。看这个盐度有多高。我来下去给大家看一下，是这种感觉吗？好，不要投给我。
接着我们还在全身上下敷满了死海泥。死海泥，看我，好看我们2个，预备开始，呀，洗掉了。来，你现在泡完你觉得痛吗？我觉得脸比较刺，手还好，可能我脸比较小。关到声音。那你手那个太阳过敏的地方？对啊，那还好一点点刺，真的是脸比较刺，但是确实比较刺激。你看我泡完以后就红红的了。那我鼻子这边过敏，我也是这边过敏。而且慢慢滑滑掉掉，要马上去洗手。结束了死海的行程，我们终于回到了约旦的首都安曼。今天到了旅程倒数第3天，我已经受不了了，我要吃一点亚洲菜。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韩国料理店，耶！是炸酱面，那个可以不用加。努力干饭。对，努力干饭。我们还去了一个4国交界的地方，想说去喝杯咖啡，结果我们遇到了大暴雨，我们又遇到了大暴雨。我们现在在4国交界处，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然后现在淹水喽！我们被困在了咖啡厅，在这里发生了很好笑的事情，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是等雨停，所以我们一直在拍照。拍着拍着呢，当地人跑来跟我说，可不可以请我也帮他拍一模一样的照片？他要一模一样的角度，觉得超好笑的，很可爱。在约旦的最后一天，我们去了约旦博物馆，就是要来看死海古卷的。我们今天来到约旦博物馆，约旦博物馆主要看的就是死海古卷，没有其他的了。我今天就是来看死海古卷，这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这里可以印出我的名字的翻译，然后它还可以翻译成这个 Jordan 语言，古老语言，看一下哦，看，哇哦，酷哦。这里的雕像是可以摸的，你看，欢迎触摸，滑滑的，摸摸脸，摸摸鼻子，再滑滑的。我们要进去看死海古卷，但是不能拍。使用不同的语言，并且告诉我们什么对这个社群很重要，就是它的宗教跟法律。我要自己去看死海古卷，你们看不到了，拜拜。死海古卷之所以有名呢，是因为它真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7年，贝都因牧羊人在巴勒斯坦的洞穴中发现了几个粘土罐，里面总共有几千卷超过1800年历史的羊皮纸卷，其中有一些是现存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抄本。古卷的内容也丰富多彩，主要是分为3大类。首先，古卷中有近100卷的书卷是旧约圣经的经卷，旧约圣经的每一卷书都出现了，而且有许多卷多次出现。其次是古卷包含了许多圣经的注释、圣经评论，最后还包括了非圣经的文献。在非圣经的文献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古卷还包括很多的题材、智慧书、律法书，甚至还有建筑草图与藏宝书。死海古卷里面唯一的青铜卷的部分就展示在约旦的博物馆里面，但因为里面都不能拍照，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的话可以看一下。最后一天的最后一餐，当然就还是以约旦菜结束这完美的旅程。在这间店呢，我们发生了2件有趣的事情。一个就是这间店其实算是一个文青小店，所以它有卖很多很有趣的文青的商品，像是海报啊之类的。然后我就很好奇，就问老板说：“诶，为什么约旦有这么多西瓜的周边商品？”老板就回我说，当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不是很好，所以以色列呢禁止出现巴勒斯坦的国旗，而巴勒斯坦国旗的配色呢就是西
瓜的配色，又有黑色、红色、绿色这样子，所以呢，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就开始做了一些抵抗的运动，用西瓜作为艺术品来作为，就说，我没有拿巴勒斯坦国旗哦，我指的是西瓜。那当然，以色列他们的反击呢，就是他们用各种切西瓜的艺术的方式来告诉巴勒斯坦说，你们会完蛋的，你们会被大卸8块这样。然后在这间餐厅我们吃完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其中一对伴侣他们是姐弟，弟弟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到一个国家买一个国旗，最后大家旅程结束的时候，他会请大家在国旗上面签名或者写一段话。然后当时呢，我们就是在做这个签名的动作，然后老板就突然来，就问我们说，觉得餐点怎么样啊？习不习惯啊？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结果姐姐就很嗨，然后就说，老板你也来一起签名啊？怎么样啊？这样，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尴尬，互相看了一眼，因为这个国旗是弟弟要的。姐姐就问弟弟说，怎么样？要他签在哪里？然后弟弟就很尴尬回答他说，我不知道啊，是你要他签名的，我怎么知道要签在哪里？然后我们就超好笑，所以我们的国旗上面呢，突然就多了一个老板的签名。我们有2个旅伴，今天先回去，我们先留作纪念，这是我画的，日期写错了，帮他修改，写个傻逼。Jordan， 因为马赛克很有名，所以我画这个。然后嘛，还请了餐厅老板签。餐厅老板签名，超级莫名其妙。好，终于来到了最后，我要来教我的作业了，就是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趟旅程中，我们一路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那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相聚在一起，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你要想，大家其实各自有不同的生活，甚至有不同的时间，但是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把大家的时间调整了统一的时间。这件事情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蛮浪漫的事情。而且撇除了工作上的利益关系，大家只是纯粹的满足自己内心的好奇心，去冒险，去探险，一起克服困难，完成这段旅行。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件蛮开心跟蛮感动的一件事情。至于我个人来说，其实我是一个蛮害怕出国的人，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可能是老了吧。我以前真的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很爱探险的人，只是到了现在以后，我开始觉得出去玩很累。我本身是一个蛮懒的人啦，要是有猎人里面诺布的超能力就好了。我真的非常担心我在外面睡不着、睡不好，或者是像东西被偷啊、掉东西啊，这种都是我很不喜欢的事情。但我总觉得在旅行中总是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然后大家都可以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很棒了。而且我不知道这样比喻你们能不能明白，在我的心里，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行星，宇宙中其实什么都没有，宇宙的距离和尺度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出得去的话，我们会发现宇宙大多是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每一颗行星的存在却又都会一定影响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这让我觉得人跟人的距离也是。所以跨出那个勇敢的一步，去体验那一些超出语言、超出文化的接触，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旅行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修行，把自己丢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什么都不想，不知道下一餐是什么，不知道要去哪里，我不知道会面对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每一天都有好多好多的刺激。可能也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只能活在那个此时此刻里面。我觉得每一个人光是活着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吧。你要想一下哦，每天有这么多小行星撞到地球的概率，即使这是小概率的事件，但也只是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而已。我们体验周围的一切，然后体验了打雷暴雨的埃及，体验了当埃及公主的一天，真的好累，当公主真的好累。体验了热气球，甚至还会有很多的遗憾，就包含我们去约旦的时候下暴雨，没有办法看到晴天的一些古迹，
这一些对我来说都是那个当下的那一个美好，就算遇到了下雨天，留了一点遗憾，我觉得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所有在那个时刻发生的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刚刚好。所以对我来说，旅行的意义可能就是这些吧。你们觉得呢？